歡迎收看北境不靜音，我是北境。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今天這張背景圖是不是有點可怕？它來自於一部遊戲，叫 Silent Hill F， 是寂靜嶺的今年的新作。背景呢是日本的昭和年代一個恐怖的故事所以就是這個樣子。其實日本的文化裡呢有非常美的東西，也有非常恐怖的東西那當然我個人是非常喜愛日本文化的。今天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中日關係非常的緊張，有很多人問我中日會不會開戰。我今天就想給大家做一個預測，中日會不會開戰？如果一旦開戰，那意味着什麼？我們知道中國跟日本之前打過幾次戰爭那麼每次都是日本取勝很多中國人呢把最近的那一次就是二戰時候的所謂日本侵华戰爭當成是中華民族的一種苦難覺得那些苦難都是日本人造成的，對吧？但其實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官方的歷史敘事，給中國人進行了一種洗腦。很多人沒有更深的去思考過這個問題，就是當年日本對中國的這個侵華戰爭實際上更深遠的影響，就給中國人帶來的間接的苦難吧。我們不說直接的苦難殺人啦、搶東西啦、燒光啦等等，間接的苦難是由那場戰爭帶來的後續幾十年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的影響都存在。這方面其實日本人的反思並不足夠中國人更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如果沒有日本侵華，那麼當年的國民政府就不會被拖垮那麼中共這個匪徒他就不可能夠做大做強，並且最終篡取中國的政权，一直統治剝削中國人至今。那你也可以認為，由於日本侵華這場戰爭導致中共上台，從49年開始，後續的造成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中國人傷亡，那麼以及影響幾代人的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一個文化狀態、文明狀態，所有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你當然可以某種程度上你可以怪罪于日本人，就是他們確實要對此負有一定的責任，當然這是間接責任那麼說到現在會不會再次發生中日之間的戰爭？我的預測是會，非常會。為什麼？因為台灣中共是一定要打的。這個事情呢從哪個角度來看我們從正常的理智的角度來看，中共如果打台灣，對吧？那麼日本肯定會介入，不只是日本，整個的這個亞太的防衛圈都會介入什麼菲律賓澳大利亞韓國甚至越南等等，包括最終的美國，对吧？都會介入這個事情。因為這個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表面上政客會說我們是遵循一個國際的規則聯合國然後什麼道德道義說一堆這些漂亮話，但實際是一個利益問題，對吧？就說對日本而言，為什麼高市早苗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包括之前安倍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為確實是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90%以上的能源供應是要依靠台灣東側的這片海域的一個補給線這是生命線90%以上的資源。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日本人，你可能置台灣的生死于不顧嗎？不可能，因為你這就是自己的問題。更別說日本還有一些島它自己的領土離台灣也很近如果這個台海發生戰爭，那對它是實在的影響，所以它一定會介入。那當然中共會不會去算這個賬呢？对吧？現在每天都要說讓高市道歉第5遍第6遍，你說50遍也改變不了這個實際的情況，就是你只要敢打台灣，日本一定會介入，那美國也会變相的間接的被拖入進來。那对於中共來說，你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實力能夠對這麼多發達的國家最終並取勝呢？我覺得中共沒有。
即便沒有美國撐腰，僅僅中日之間沒有任何人幫忙，就中日之間開戰，我都不相信中國可以贏。當然，這場戰爭啊，我們要換一個角度，誰也不希望戰爭爆發，但是這個事情跟我們的願望無關，它就是會發生。因為这個首先啊，從日本不會首先去打中國，以現在的這種國際秩序以及日本的現在的這種精神狀態來說，它不會再去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它不是一個帝國擴張的時代了啊，它非常的和平，但是不代表它不會反擊，對吧？那麼日本不会首先挑起戰爭，中國會挑起這個戰爭是由它的制度決定的，還不只是習近平一個人決定，這是由制度決定的。它的內部的壓力越來越大，對吧？中共不好好做啊，永遠沒有把自己擺在一個執政黨的地位。那當然了，他也沒有允許任何的反對黨去促進他自己的進步。中国的這個政治體制改革，今天就是我們经常說的这些非常老掉牙的話题了啊，今天就不多说了。导致中国现在的内部的矛盾非常的大，那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放在任何國家都是這樣，內部的矛盾過大無法解決的時候，它只能把這個矛盾引向到外部去。所以打台灣是中共制度的一個選擇，他沒有辦法。那麼其次當然這也有習近平個人野心的問題。我們假想一下，如果現在中國在位的這位獨裁者不是習近平，而是金正恩，我說的只是年齡上的差別啊，就他不是一個70多歲的老人，而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人、年輕人，他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可以執政的話，那他就不會有那麼急躁，他沒有這種壓力要去實現自己的野心，對吧？不要在這裡講什麼習近平活150歲啊，那是他的願望，對吧？當然他可能可以相對的長壽，但是他畢竟是一個70、80歲的人了，總有一些意外，他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身體狀況是什麼樣子，所以這就都會 push 他去加速對台海戰爭的一個準備和進行，尤其是可能最近1-2年相對也許還不會發生，但是再過一段時間，當中國內部的壓力更大的時候，我們知道，當內部壓力足夠大的時候，這個政權它會發瘋、發狂，這是無法避免的。雖然它可以各種評定，覺得如果發動戰爭，那可能對我是一個滅頂之災，但是永遠有僥倖心理，就是如果我贏了呢？萬一你們內部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美國有點虛弱，是吧？好像日本也有點動盪，好像他們沒有那麼強了，會有這種僥倖心理，促使中共去鋌而走險。所以我現在的判斷是這場戰爭不可避免，但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我們盡量往好了去看，就是這場戰爭可能對中國而言是一件好事兒。中国還需要敗給日本一次，非常徹底的失敗，輸給日本。但是很多中國人總是覺得我們如果輸了，我們就亡國了日本就要過來統治我們，不會發生的。其實即便放在二戰那個時候，當年如果日本完全贏了，他也很難統治這麼大一個中國，他可能統治一段時間，統治一部分區域，進行一些同化，最終慢慢他還要退出去，最終還會形成一個中國人自己主導局面的情況。不要誇大這個事情，即便現在明天中日之間就開戰，中國輸了，日本也不會過來統治中國，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但是对中国而言，這是一個把共產黨徹底趕走的一個良機。之前日本打過來雖然他最終輸給美國撤退了，但還是導致中共的一個做大，奪取了一個政權。那麼如果再一次中日開戰，日本把中國打敗，那就算是送給中國人的一份大禮，因為由這場戰敗就會導致中共徹底的瓦解垮台，中國人會迎來一個全新的局面。當然這個局面有點苦澀，就是由輸給日本開始但是這個無所謂的，把中共趕走，這是最大的幸事那當然了，我們要再多說2句就是說真正發生這個戰爭的時候，有人問我說，那在日本的中國人怎麼辦？
我就是私信問我的，我给他的回复是，我在这裡再说一遍，好好当你的日本人，忘掉你是中国人。就你是拿什么国家的護照，你是在哪個國家給人家交稅，你就是哪個國家的人。你不要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框自己，什麼我祖上是什麼中國人，我還說中文，我根兒上是中國，不要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些是沒有意義的。就跟你的父母灌輸給你的什麼傳宗接代啊，這些什麼這些觀念啊都沒有用。你在哪個國家生活，你就遵守哪個國家的法律。你就在哪個國家好好交稅，你拿哪個國家的護照，你就好好愛那個國家，愛你生活的那片土地和你身邊的人就 OK 了。不要拿那些宏大敘事來給自己洗腦。中日如果開戰，你就仔細看誰是正義的一方，對吧？誰是邪惡的一方，誰是不文明的一方？中共這不用說了，那你當然希望他失敗，對吧？他失敗不代表日本人又要跑到中国去什麼殺人放火什麼，時代不一樣了。所以你就好好的站在日本這一邊，符合人家的法律。我相信日本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可能因為中日開戰就去什麼處決在日本的中國人，你不要擔心這些事情，好好的做你自己，做一個好好的公民就可以了。我覺得啊，這個當然我說這些話，今天做這個節目不是說為了去讓日本人還債啊，你要把中共幫中國人打跑。日本也不是純粹的一個高尚正義，對吧？那他要發動這場戰爭有很多的深層次的利益原因啊。首先我剛才講過了，他要保障他的能源供給線。其次呢，就是日本二戰戰敗之後，他一直不能夠作為一個完全正常的國家，對吧？啊，軍事的一個正常化等等的，他都可以通過現在這個局面和中國的這場戰爭去改變。那麼尤其是這場戰爭打完之後，國際局勢會完全的變化，現有的聯合國框架必須更改，那麼日本就有可能變成就是即便不組成一個新的聯合国啊，在現有的聯合國下做一個框架的改变的話，日本也可以作為一個這個常任理事国進去。那當然中國的國際地位會下降，因為中國會進入一個戰後的一個國內的重建啊，共黨垮台了，中國要重建，那這個重建實際上中國人在後面的重建過程中也其實非常的需要日本，需要日本的善意，需要日本的資金，需要日本的經驗，甚至可能某些区域需要日本的一定時間的管理和托管。当然这個都不是說你被日本這個國家托管，而是你被整個國際社會，被聯合國去進行一個托管，因為你是戰爭的發起國呀。所以不要害怕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很好的機會。我相信一個美好的未來在等待着中國，當然要實現它，你可能要先付出一些代價，就跟我們玩一個恐怖遊戲，是吧？你最後會獲得非常好的一個體驗，你對於他所講的故事會有一個非常深的感悟啊，你的認知會提升，但是玩的過程你會被嚇到啊，你會很害怕，這些都是代價，不要害怕。感謝收看、訂閱、分享。